第159章斗师与斗者的差距。身体之上鼓鼓的衣衫持续了好片刻之后，方才缓缓地贴在萧炎的皮肤，一口将被从体内排出的浊气吐出。萧炎站起身来，转头望着一旁笑眯眯的药老，也是咧嘴一笑，脸庞上的喜意难以掩饰。1年左右的时间，他终于从斗者晋升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斗师，其中不知挥洒了多少汗水与努力，方才能够有今日的化茧成功。成为斗师，那也代表着萧炎脱离了大众等级。虽然斗师这种级别在大陆上依然只能算作偏下的阶层，不过比起垫底的斗者来说，却是无疑要强横与高级许多。而且最重要的，萧炎此时还年轻，还有大把的奋斗时间。拳头紧握了握，一股前所未有的充沛力量之感流淌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直到今日亲身踏入斗师阶层，萧炎才明白斗者与斗师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巨大。想起当日与木蛇的战斗，此时的萧炎心中不由升起许些庆幸，当初若不是有着药老所教导的地阶斗技，要是自己再如何蹦跶，也绝对难以击败木蛇，更别说将之击杀了。立在原地，萧炎忽然平探出右掌，然后猛地一握，顿时紫色的斗气猛然浮现在身体表面。斗气浮现而出之后，忽然再次收敛，瞬间后居然是缓缓地贴在了萧炎衣衫之外，犹如是形成了一层斗气防御一般。而或许是因为萧炎吞噬了紫火的缘故，在这件斗气防御之上，还能够用肉眼隐隐地看见其上面所升腾的点点紫火。斗气杀衣，斗师强者的招牌技能，同时也是最为实用的技能。在与木蛇战斗的时候，萧炎便见识过它的巨大作用。以前的萧炎虽然也能够召唤出斗气杀衣，不过那只能局部的覆盖身体，想要像此时这般完全的覆盖却是有些不可能。而且以前萧炎所召唤出来的斗气杀衣对速度、防御、攻击等等全然没有半点增幅作用，只有成为一名斗师之后所召唤出的杀衣才具备这种让的每一位斗者都垂涎万分的战斗辅助功能。望着身上这颇为威武漂亮的紫色火焰杀衣，萧炎满脸欣喜，虎虎生风的快速击打出几拳。经过先前天地能量的洗刷强化，此时的他仅仅凭借肉体力量，竟然便能使得拳头带出尖锐的破风。望着那兴奋的不断试探着斗师力量的萧炎，药老笑着摇了摇头，待得他逐渐平静下来后，方才问道：看看焚诀进化没有？什么级别了？中级还是高级？药老的询问声让得萧炎停止下了急速挥击的拳头，点了点头，然后再次缓缓闭上眼眸，心神再度沉入体内。心神沉进体内，迅速来自小腹丹田处。此时原本这里硕大的蛋黄气旋已经完全被转化成了一个不足萧炎巴掌大小的紫色气旋。心神在这小小的紫色气旋之中扫过，萧炎忽然发现在那气旋之内竟然缓缓地流转着10几滴细小的紫色液体。这些紫色液体在气旋中盘旋而动，就犹如是湖泊中的小鱼一般。心神好奇地侵入紫色气旋，然后悄悄地包裹着一滴小小的紫色液体，略微感应了一下之后，萧炎心中逐渐地泛起一抹狂喜。他发现这些紫色细小液体之内竟然蕴含了极为充盈的雄浑能量。发现了这些紫色液体的奥妙，萧炎心中对斗师与斗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再次清楚地了解了一些，当下发生一声感叹。斗者级别的气旋就犹如是一个气球，而斗气便是类似空气一般的储存在其内。这个气球有着属于它的临界点，一旦里面所充斥的斗气到达了充盈的地步，那便再也容纳不下多余的斗气。如果偏要再强行塞进的话，那么气旋便会如同被空气胀破的气球一般，砰的一声爆炸开来。从斗者晋升成斗师，最大的好处便是气球之内充盈的斗气将会经过再度的转换，化成一滴滴比单纯的斗气更浓郁、更复杂、更精纯的液体能量。而当斗气被转化之后，这气球之内所蕴含的斗气质量与数量都是瞬间暴涨了许多。所以拥有这般巨大的斗气储存器的斗师，自然远非普通斗者可以比喻，两者在斗气的等级之上更是天差地别。心神缓缓从气旋中退出，经过先前的探测，萧炎能够知道，别看这些液体能量体积不足指甲大小，可若是要转换的话，
恐怕需要还未成为斗师之前的自己气旋内1/3的淡黄斗气，才有可能转化出这么细小的一滴液体能量。由此可见，这小小的一滴之中蕴含着何种可观的能量。注视着缓缓旋转的气旋，萧炎心神微动，一缕紫色斗气便是从中流淌而出，然后顺着焚诀功法的运行路线开始了奔涌。随着斗气在特定的经脉中流淌，萧炎能够发现外界的周身空间中也开始渗透出一缕缕火属性能量，然后透过萧炎的皮肤，最后钻进经脉之中，被紫色斗气携带着，完成了一个功法的完美循环。完成了一轮功法循环，萧炎察觉到现在那缕从气旋之中分出来的斗气比几分钟之前雄浑与充盈了许多。变得雄浑的斗气在完成了循环之后，便是再度钻进了气旋之中。而在他进入气旋的刹那，萧炎身体微微一颤，终于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眸，望着那满脸期盼的药老，不由得耸了耸肩，有些无奈的道：黄阶中级，只进化了1级，黄阶中级了。哼，预料之中。听得萧炎的话，药老倒并未感到有什么失望，望着前者那郁闷的脸色，不由得笑道：功法的进化需要能量极其庞大的异火，你这紫火本来就没有到达条件，能够让功法勉强的进化1级，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而且依靠焚诀的特异，虽然功法只到了黄阶中级，可就算是比起高级功法，那也是不遑多让，该知足了。闻言，萧炎只得苦笑着点了点头，虽然他也知道有些不可能，不过他心中还依然期盼着奇迹出现，让功法直接蹦成玄阶功法呢。现在看来，这奇迹还真是有够虚幻的。唉，异火吞噬紫火便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可所取得的成效却并不是极为显著。若是真正的遇见了异火，究竟是谁吞噬谁还不好说呢。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虽然并没有亲身体验过异火的威力，不过在看药老炼药的时候，他依然还是能够隐隐地察觉到那白色的近乎阴森的火焰究竟有多恐怖。狠狠地甩了甩头，萧炎将心中的一抹颓丧丢弃。不管如何说，功法是真的进化了，而自己的时间还很长，一步步的来吧。他相信总一天他能够吞噬到真正的异火，将焚诀进化成那存在于传说之中的天阶功法。见到萧炎逐渐的从郁闷中回复过来，药老含笑道：既然你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斗师，那么我们魔兽山脉的修行也该结束了，那便走人吧，反正我看这破山也实在是烦了。明日便动身吧。药老点了点头，沉吟道：算算时间，距离去赴云岚宗的3年之约已经只有不足8个月的时间了。闻言，萧炎身体微顿，目光扫向山洞外面的夜空，半晌后皱眉道：也不知道他如今到了什么级别。哼，放心吧，剩下的时间虽然不能让你成为一名大斗师，不过晋级在斗师的程度上提升几星却还不是太过困难。药老淡淡的道，话到此处微微一顿，接着笑道：而且就算到时候他真的因为一些其他不可预计的原因而导致实力暴涨到远远超过你的地步，可你也要相信，我这把老骨头不只是光会说大话而已。这加玛帝国内还真没几个能让我看上眼的人，即使那云岚宗宗主云云的实力能够排在加玛帝国强者之列的前3。嘿嘿，我可从没怀疑过老师的能力，您说行，那我自然是相信。被种下一枚定心丸，萧炎也是轻松了许多，当下讨好的笑道。白了满脸讨好笑容的萧炎一眼，药老挥手道：明日便动身离开魔兽山脉，我们的下一站是加玛帝国边境处的塔格尔大沙漠，事先提个醒，那里的修炼将会远远比魔兽山脉艰苦与危险许多，你还是事先有些心理准备吧。塔格尔大沙漠，我那2位哥哥似乎就在那附近，若是有空还可以顺便去瞧瞧。咧嘴笑了笑，萧炎拍了拍胸口，对着药老道：只要能够让我没有任何后遗症的快速提升实力，任何苦修都落我身上来吧。嘿嘿，好志气。药老嘿嘿一笑，眼角不怀好意地瞟了一眼萧炎，希望你到时候不会打退堂鼓，不过到了那地步，你就是想打，我也会强行把你给踢回去。讪讪地笑了笑，萧炎明智地保持着沉默。
好了，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便动身离开。药老刚欲回到戒指之中，身体忽然的一顿，沉吟了片刻，忽然道：当年我曾经去过塔格尔大沙漠，因为我听说那块大沙漠之中似乎隐藏着一种异火，不过可惜当年我并未寻找到，如果此次你运气够好的话，说不定有点机会。话到此话，药老看也不看，双眼猛然大亮的萧炎，身躯一晃，便是钻进了戒指之中。异火，拳头有些激动地紧握着。萧炎转身对着山洞外行去，尝试过紫火的威力之后，他对那更加凶猛与恐怖的异火也是变得更加渴望了起来。一定要得到它。山洞之内，少年坚定中夹杂着一丝贪婪的轻声，盘旋不散。